洒自如相依。明良唱的真好听，可是累了，我替你赶会儿。你还会赶车？我们北地幽州人，不但会赶车，我还会骑马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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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来，你来。哎，慢点啊！看上去心情不错，一点都不留恋长安吗？将来会不会怪我，叫你做不成这幕后宰相？权力谁不喜欢啊？可惜，严君宪太不谨慎，招惹了卢凌风和苏无名这两个人，可太不好对付了。时日一长，我在背后操纵水机，怕也是要被查出来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与其心怀忐忑，冒着风险，等待那不一定能成功的未来，当然不如携家人重返故乡，当个快乐的大富商啊！只是在今日，商人呐，确实被人从骨子里不屑。但我想，总有一天会被世人仰望。昨夜，你说你要告诉我你以前的身份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，期待至极。听说过江湖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名号吗？就是你。我本商人出身，却好刀喜剑，于是拜师学艺12年而功成。当时江湖上最大的刺客组织是血滴，我加入不到3年，便名扬天下。原来你真的是烽火燎城，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这10年间呢，死在我剑下的人不可数，但毕竟杀戮太重，我也厌烦了，便带着重金归隐故园。回到岭南后，发现家族败落，于是接下生意，5年便东山再起，富甲一方。但当个商人呢，非我之志也。我最渴望的是考取功名。我读书甚好，能过目不忘，但却在商级而科考资格审查甚严，不可能蒙混过关。所以，我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开始培养水机。主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替您考取功名？你虽是我的仆人，但既不是奴籍，更不是商人之后，所以从今日开始，你只管读书，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您信得过我水晶？我暗中观察你，并非一日了，要心无杂念的读书，争取3年。考中进士，但你不能再叫水姬了，以后你就姓严吧。我再帮你想个名字，严君宪。这水姬啊，还真是个读书的料，一个放牛的，3年高中。这说明南方人，特别是我们岭南人，不比中原人差，绝对不是没有读书的天分呐。怎么没帮我多洗点薄荷叶？废物！这岭南遥遥，要走多久才能回到故园啊？你我相伴，何愁前路迢迢啊？可这一路上，并非你我二人，岂不扫兴？莫非明郎在岭南独缺这一个做过官的水姬？不缺，家奴有的是，没把他留在长安，是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你我走得不逍遥啊。那现在，
停一下。日。就把它留在这儿吧。明兰可是口渴了？是啊，要是嘴里能嚼点薄荷叶就好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啊？明兰，你看，我给你采来了。这是在哪儿摘的？我怎么没看见薄荷？要不说我眼睛好呢，第一眼就看上你了。难怪当年水姬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啊！你呀，真是天生尤物啊！人生如梦，说的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啊！先干正事儿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的家奴。主人，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二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羡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羡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，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，不要埋我，主人！红药，替我求求情啊，红药！
什么？我不盯着你，盯着这个将死之人啊。你好像说你是幽州人。对，北地幽州。明郎去过吗？倒是去过一次，好多年了。红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红花的红，芍药的药。不是，是血红的红，要命的药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这眼神，我好像见过。19年前，那时我7岁。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此生无以为报，就别再替我顶罪了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娘子，张三曾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，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！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，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幼家贫，又是小吏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。有人！对不住。是我对不住。娘子避雨啊？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就别再穿上了，别着凉。娘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胡杨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他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氏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
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出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，我便一笔知道，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青青的手段。杀人者洪耀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仿佛交代了，却又刻意隐瞒了一些。我问你，一品子藏在柜中，你可知？有蛇？不知。若有，定是他自己爬来的。我家离曲江很近。一品子可不是普通的蛇，且孟不疑也已交代了，欲利用蛇行凶的企图。看来你夫妇二人，并没有机会串供啊。好了，我来还原一下。7年前，孟令使救了欲轻生的洪耀，后二人结为连理。按孟令使说，前2年甚是和睦，后渐生冷漠，时有争吵，故洪耀常去广场弹琵琶，乃见张三开了店，卖起了羊汤。想到姐妹之死，欲请刺客代为报仇，可孟令使吝啬钱财不与，洪耀便与那钱正短暂相好。后来便有了钱正请宅门探子老猫，请到了孟令使头上的去世。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？洪耀。我想，此事过后，你二人就开诚布公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只是因为我没带你去游过长安城，还是因为我给的钱不够家用？你若是想要锦衣玉食，那你为何要嫁我？洪耀并非不甘清贫，只是怕日后再无机会替青青报仇。我推测，洪耀已将自己的身世遭遇，以及明时就是刺客烽火疗城的事，全盘托出。在洪耀的推断中，严君宪亦是仇人，因为他父亲曾经说过，买凶之人必姓严。可孟令使的态度，我推断为娘子之福，便是我孟不疑的丈人，血海深仇当报。但你何必搭上自己的性命？我虽下了舍命的决心，却也没有想好该如何复仇。老君说的如此轻巧，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娘子勿恼。且听我慢慢说来。孟令使的计划是将严君宪引到自己家，以一品子杀之，然后再藏匿其尸体。那明时必定来寻，届时你二位只需躲起来，一品子就会替你们报仇。我猜的没错吧？这计划甚是周密，只可惜洪耀雇的那个刺客，银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儿啊，三爷！钱哪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阿将的银子引来张三敲门，而洪耀
以为是孟不疑。在你们原先的计划中，是要把严君宪送入柜子中。可巧，严君宪吐露心声，说出了自己的身世。他只是个傀儡木偶，本名水姬，并不姓严。故而，你生起了怜悯之心，将严君宪藏在床榻之下。令你没想到的是，来人并非孟不疑，而是张三。怎么是你？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我就掐死你！孟不疑之所以回来晚了，是因为老书吏一直缠着他，给他讲蛇妖的故事，这令节俭半生的你花费不少。毕竟一坛老酒也是要些钱的。之后，我的推断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叶直的吗？你看什么？你是回来捉奸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说你在户部做官，但是令史只是一个小打杂的，且光是在户部就有5、6、10个，职位卑下且不入品阶。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你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你但凡以我为念，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休了我吧！你说什么？休了我！我休了你，好让你跟严君宪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我说的没错吧？若你2人稍露破绽，那张三就会从柜子里出来，大开杀戒，而那严君宪则会趁机逃走，从此洪耀报仇无望。张三所经历的，昨日我也经历了一回，幸亏有费老神医在，不然无命休矣。严朗，快出来！血！快走！这位上官如何称呼？苏某非官，狄公弟子，苏明是也。狄公，当年我父亲被姓严的贪官诬陷，亦是狄公拨乱反正，才让他走出大牢。如此说来，是故人之后。苏先生的推断不失精准，洪耀敬佩不已。罗参军来青龙坊里案时，我就见过，
110方都在传你的美名。长安有2位的守护，是百姓之福。洪耀认罪，心服口服。洪耀，郎君无罪。那蛇养在家中已久，并非刻意而为。你要好好活着，若有来生，叛君还能娶我为妻。若有来生，我孟不疑愿与娘子两小无猜，朝朝暮暮。这哪里是在公堂之上，这分明是在看戏听书啊！我老贼鼻子都酸了。我的嵩山店还没开张呢，被老板做买卖去了。